饭馆里摆着一盆取暖用的炭火，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这是个稀奇物件。它叫炭火，火却全藏在炭里，你得伸手摸到盆里浮起来的热气，才能确认它是烧得刚好，还是该添炭了。店里的娘娘和顾客不光拿它来取暖，有时候还在边上摆几个包谷做成的粑粑，如果愿意也可以烤红薯、烤洋芋，烤到微微烫手的时候再拿上桌来，就着烧得咕嘟咕嘟冒泡的河渣，配着有10几盘那么多，但全是现做现炒的本地新鲜小菜一块吃，这就是一种土家族的味道了。饭馆外头是土家族的冬天。今年元旦，在这位妙龄中年土家女子的带领下，我们从北京刀削斧凿般的寒冬出发，飞过2个半小时的距离和温差，回到了南方的湖北恩施州一个叫咸丰的小城，一个她很熟悉，我其实还没那么熟悉，但现在也可以跟她一样称之为家的地方。我们这个家扎根在武陵山区深处，地处湖北、湖南和重庆3个省级行政单位的边界之间，平均海拔有1300米，按气候分类来讲，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定义上说，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只是雨多。我实地考察了一下后半句，结论是雨多是对的。不过我也马上发现，对于我而言，这些清冷的雨水其实跟才刚烤过的炭火、烧得烫嘴的河渣，还有我实在咽不下去的折耳根一样，冷热酸辣里都含着一种新鲜的生活，一个我从来没发现过的冬天。前方人好像都不爱开空调，夏天不开，冬天没暖气也不开。一半的原因可能是前面说的气候，他们觉得还可以，能待住；另一半是屋里开空调就得关窗户，这个不得行，别的受不了。像我妈这种重度新鲜空气爱好者，一年四季客厅的窗户始终得留一条大缝。我上回去推那扇窗户，一度以为它是给焊死在那个位置了。最后因为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科学原理，家里的温度总是比室外还低。像现在这样在家穿着羽绒服戴着套袖，也成了一种常态。家里的装备还有那种就是这么点的短的那种，还有带蕾丝的，带花边。带蕾丝是图啥？因为好看。但咸丰人也不是纯抗冻，他们只是不怕冷。我发现在长年累月与湿冷环境的斗智斗勇里，他们已经积累出了一套自己的抗寒心得。比如这位女士身上穿着的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厚的睡衣，扔在电子体重秤上，屏幕能跳2个整数。还有这种同样是加倍加厚带拉链的超级棉拖鞋，老北京级的外观，UGG级的内里，拔山探野都不在话下。在最冷的那几天，人们偶尔还是会在睡觉的时候开一阵暖风机，在实在晾不干的鞋里插上这种像热得快一样的烘干器。但相比这些，大家更愿意相信的永远还是摆在脚边的一个火炉。为此，一些家具被改造成了新的形态。客厅的茶几插上电就能发热，餐厅的饭桌也可以，甚至这台自动麻将桌一样不是普通货色。如果是条件稍微原始一点的乡下，桌子底下放着的就也是回归原始的真炭火了，烤的时候得多注点意。对呀，嚼一下，说把它有都没有的。冬天，咸丰每户人家的桌子上好像都有一股神奇的引力，火炉一开，没一会儿，桌子下面就挤满了棉拖鞋，而桌面上会慢慢的长出瓜子儿、热藤茶、刚摘下来的柚子，还挂着水的萝卜，运气好的话，甚至能见到才离火1分钟的烤全羊。人们环聚成一圈，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天，织毛衣、打扑克。寒冷的感觉有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消融在了这股热乎气儿里。那个是昨天带回来的是吧？羊杂。舅舅下厨。冬天没暖气的屋里，饭菜凉得快，所以这边吃饭总是离不开各种锅儿。像这种不锈钢的、铁的，跟盘子尺寸差不多但更深一点的小锅，底下放一块固态酒精一点，锅里的羊肉、鸡杂、牛骨、腊肉，就连着大把的葱姜蒜辣椒，烧得满屋焦香。
要是下馆子的话，你还能瞧见不少一眼就带着土家特色的东西，比如用包谷打碎混着糯米蒸出来的粑粑，看着有点像北方的馒头，但吃起来是糯的有回甜。炸广椒，把红辣椒和包谷面剁碎混到一块，加上盐和花椒等等香料，从坛里发酵出来的一种东西。咸和辣味里还含着一点酸味，吃进嘴里有种颗粒感，经常被拿来和腊肉一块炒，很香。腊肉也是用山里砍的柏树枝熏出来的。这盘土豆片用的本地土豆，硒含量是一般土豆的好多倍，据说吃了有助长寿。它们都属于那种看着不突出，但实际上从出生就沁进了这片土地味道的特产。而开头我们喝的这碗用炒过的米、炸过的茶叶和花生，加上沸水煮出来的油炸汤，我没喝惯，但据说是过去土家族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坦白的讲，这边的菜都偏油偏辣，有时候还偏酸。虽说吃起来很有滋味，但是对习惯了清淡口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友好。我在网上翻了一两套科普，一度坚定地认为这些口味偏好背后必定藏着本地人民一些艰辛令人动容的故事。比如这锅河渣的来历是过去物资匮乏，山区的粮食尤其紧缺，为了吃饱肚子，人们会把黄豆碾碎，但不像做豆腐一样过滤，而是把磨出来的豆渣和浆水一块儿不浪费的连着菜叶煮成一锅，这样才留下来的吃法。过去山里的盐也卖得很贵，所以大家就使劲往菜里放辣椒，一边提味儿，一边帮人发汗对抗湿冷。连我们吃这家店的点菜方式都很实在，它叫张官河渣，但河渣竟然是送的，剩下的按人头来。比如吃这锅青椒牛肉丝，就每个人交50块，然后除了送的这锅河渣之外，其他这些小菜炒菜你都不用点，只等着他们自己给你上。而且桌上的所有菜和饭都能免费无限续加，不够吃跟旁边的娘娘说一声，他就会给你补。有人说这是恩施人的奥马卡塞，我不认同。全世界有几家人均50-60还能无限续菜的奥马卡塞？过去土家族还有句民谚，辣椒当盐，河渣过年，里面就透露出他们这份勤勉坚韧，看起来也一直被保留到了今天。辛老师那天听完我说这些，说你可别搁这瞎上价值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我咋都不知道？我在这住20-30年了，你比我还懂呢。这个店现在也有点网红化了，我们那儿吃饭上的菜盘子没这么小。家里人吃的东西很多时候比较纯天然，一般缺菜的时候会直接下楼去自家的地里摘。在那个小窗口，就是1、2、3楼那个小窗口窥探。有没有偷他的菜？可能比较方便处理一些什么菜之类的，或者是肉要洗一洗，然后就在这边。哦，没有。工具。哦，里面是一些工具。工具库。这还有个灶台。下来摘这些菜，就会拿一个，那里面有工具，会有刀，然后就把它割一下子，拿个小盆儿来教大家认菜。这个是萝卜，这边是大葱，也没有大葱，小葱，那边是白菜。外婆养的鸡，这么多。这哥一直在埋头啄这个木板。你过去，他以为你会来喂它。他又不认识我。但是有人过来就知道，一般是来喂饭的。他啄门就是让你给吃的。辛老师说，前几年大家都不能出门那会儿，这块菜地帮了不少忙。饿了可以随时拿把镰刀下来割菜，憋得难受了还能来这放风。从这儿爬上去，然后去那边。就之前想出去逛，但是又不能出去的时候，就搁这练攀岩，就从这儿爬上去，然后去到那上面那个坡坡上，望一会儿风，怕被人举报又赶紧下来。你小心一点，因为今天下雨。
你主要一会儿爬上去还得下来啊。上去是能上去的，反正。还好，比我想象的简单一点。是我妈3步就能上去。就那上面其实还有很长一段，它能上到那边山上的那个，就那个尖上去。你好。这个路上有一点滑，这边还有一些种的菜。好吧，这个路比我想象的难走一点。你小心一点。这片菜地是大概10年前的时候，嘎嘎们折腾起来的。小嘎特别爱折腾这些，听说最早的时候还在鸡栏里养过猪。后来他们岁数渐渐大了，地里的菜反倒越长越多，菜地的面积也越扩越大。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那个坡坡上踩的一脚泥，原来也是大嘎新翻出来的地。今年他们准备在上面种洋芋。现在有了，我以为你边去这拍一桌的。好，一来可以萝卜丰收。萝卜丰收。还有你的。在城市里待惯了的人，见到一点乡间田园的影子就容易大惊小怪。实际上，从小住在山里的人，生活比我想的还丰富得多。来，你再过来讲一遍，你小时候在里面干嘛？这个小塘，我小时候因为去河边，就是那个时候太小了，然后去河边没有人带，就比较危险。然后夏天的时候就在里面套一个游泳圈，在里面假装游泳。那它原本是干什么用的？放猪草。进山的路不好走，道窄弯急，有时候石板路面甚至直接消失不见，剩下一堆碎石头和大坑小坑，一不留神能让人的屁股直接从后座上跳起来。一向开车飞快的老爸慢慢悠悠晃了2个钟头，才把我们从城里送回老家。老道甚至藏着妈妈童年记忆的地方。还考2-3个小时嘛，今晚。2-3个小时也好。有臭臭的。我去吧，你们看冷吧。他们要搞么子啊？吃烂的东西，那上去很上去看看吗？小心积石，到处都是。这个是小舅舅他们家睡的那间。小心积石。这是啥的皮？啊？这是啥的皮？我不知道哎。哎，这打不开，这打不开。这个就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边有4个床。这底下养猪？对，这底下养猪。现在养猪养各种其他的。那是个澡盆吗？好像是。这底下也是之前养猪？对，就是猪圈。猪栏。这个就是原来它整个就是空的，没有这一坨水泥的这个的。哦。我记得这个也是后面建的，就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的，就都是靠这个直接吊起来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后面是咋弄的，反正就是可能就整个房子修补补。卖了多少钱？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大哥，你在干嘛？应该50块的了。那个还是呀？那个没卖呀？哦。山里的一切都很原生态，水边没路，捡起石块垒一条。直接走过去。刚摘的柚子吃了2口没味儿，我妈一挥手直接给它放生。走到河边，抬眼一望就是一张风景画。妈跟我们说，这条河里其实还藏着一种神奇的生物，现在冬天水太冷，不然就下去带你们摸一把。妈说那个水里面以前有那个，就附在
在岩石上那个鱼，然后水越急的地方，那个鱼就恢复的越紧，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岩石搬上来，然后就把它搂走，就它是个平的。这个鱼具体叫什么品种？我妈说它叫癌巴鱼。癌巴鱼。癌巴鱼就是癌斑鱼，我们现在它扒在从那个技术做的就扒在那个癌巴上面。哦，岩石的岩是吧？哎。我们这次回老家要感谢小姨一家的招待，据说他们一家养了很多的鸡、鸭、羊，然后就这么任意放到这片山里，让他们肆无忌惮的四处跑，跑到后来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到底有多少只了。等到哪天有客人了，就出去找找，然后随机挑选一个幸运儿架起来烤烤。它是通，从哪儿通回的？有的。大概吧。当天我还头一次吃到了正经的跑汤，就是用一头新鲜被送走的猪身上的各个部分，猪肉、猪肠、猪血等等，和酸菜、辣椒一块煮出的一锅菜。汤是好吃的，但更重的东西在刨的部分。这里所有办刨汤宴的主人家给猪洗澡、脱毛、做手术的时候，都会叫亲友和左邻右舍一块来帮忙，大伙儿一块出力，忙完了就围着炭火坐下，共同享用劳动成果。刨汤里藏着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也藏着人和山的。长在山里的咸丰城，冬天的云好像总是灰蒙蒙的，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里边落下来。人在外边待一会儿，就又开始吸鼻子，头发慢慢趴下来贴住头皮。不戴围巾的话，那股凉意还容易顺着颈子流下去。单说气候，这儿的冬天其实真算不上好，但不妨碍这儿的土地，住着的人总是热气腾腾的。没错有修的。从山里到城里，从长辈到同学，起码我们身边的人都总是洋溢着一股莫名活泼积极的精神。你买的么子？买的么子都买，么子都买。什么亏钱买什么。养鸡种地也好，爬山摸鱼也好，出门遛弯也好，扒着窗户看铲车在河道里运石头也好，炒股也……总之，所有人都在努力的挖出平常日子里的一些意思，发现一些值得慢下来干的事情，然后就去干。这边的口音接近川渝地区，或者叫西南官话。来过几次，我这对源自北方的耳朵始终听不出这种方言里出现过什么消极颓丧的情绪。我好奇是为什么？有可能是我有时候没听明白，但我看见大家脸上的表情，总不像是笑着忧愁。You said you couldn't resist. My heart went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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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So I leant over, brushed aside your head. I couldn't help but stop and stare. High on love and air. 你干嘛？ It was like a dream that I couldn't believe because you got away. 归途的车窗外又下起了小雨，或许我也得再等等吧。等到过2个月，太阳洗完澡，冬去春来的时候，再回来爬个山。到时候我应该会有一点答案。